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那就是傅先生。1年前车祸伤了眼睛，总裁位没了，女朋友也跑了。布丁哥哥，小瓶盖来找你了。失散之后，我成了大明星。本以为你也会过得如意，没想到。傅先生现在排斥任何人靠近，连治疗都不配合了。既然他不让正常人靠近，那我就假装成哑巴陪在他身边，跟他同甘共苦，做他的眼睛。苏小姐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他值得，带我进去。我是他的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滚，都滚！傅先生，这位苏小姐天生雅集，是新来的护工。不会付出牺牲，他就会对你真的。我知道这是属于我的天空，但我有更想看的星辰大海。7年了，姐姐，我后援会从来没有一个人放弃过找你，我们都在等姐姐回归。我们已经巡回找姐姐526个城市了，一定要造起来，让姐姐看见我们对她的爱。对，姐姐感受到就会回归的。妈妈，你怎么看得这么出神？你也是蒙面歌后的粉丝吗？随便看看。我相信他很快就回归了。谢谢姐姐，这个送你。妈妈，爸爸真的明天就能看见我们了吗？当然呀，我已经问过医生10遍了。太好了，那爸爸就能看见我在文艺汇演上的表演了。告别乐坛这几年，我嫁给了之恒，还生了瑶瑶。等之恒拆下纱布那一刻，瑶瑶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送上，我就忽然出声唱歌，给他们一个超级大的惊喜。还有，我们家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新成员了。是爸爸，爸爸纱布拆了，爸爸能看见了。之恒，太好了，你能看见了。小瓶盖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之恒，我们都成年了，就不要叫我小瓶盖了吧。当年傅之恒找错了人，误以为我就是蒙面歌后，是他找了无数年的青梅竹马小瓶盖。从那之后，我就是他心里的白月光，是他宠在掌心的人。那是许佩晨，之恒前家照片上的女人。好，以后我叫你佩晨。之恒，当年你出事之后，我本想来照顾你，但是被我爸逼着嫁了人，还有了个孩子，所以后来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只能狠心跟你说那些绝情的话，你不会怪我？不会，我永远也不会怪小瓶盖。那就好。这是我儿子许狼，我跟他爸爸已经离婚了。小狼，快叫叔叔。傅叔叔好。真乖。啊，瑶瑶，你是瑶瑶？我是瑶瑶。太好了，妈妈，爸爸真的看见我了。你是余音？老公，恭喜你，以后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。之恒，这就是你在病中娶的哑巴妻子吗？她是我妻子。你好，我叫苏云音。我妻子她不会说话。真的不会说话呀？之前听说你娶了个哑巴，我还不可信。毕竟你眼光那么高。你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福气好，在之恒受伤的时候能陪在他身边，以后就可以安枕无忧当富太太了。我是之恒明媒正娶的妻子，
不是挟恩图报。之后他在手舞足蹈什么呀？余音，别再比划了，我们都看不懂。对哦，之恒以前看不见，你们可以通过盲文沟通。如今你回归正常人的生活，他做手语，那你们要怎么沟通啊？我可以教爸爸，也可以帮爸爸翻译，我妈妈还可以写字。好不方便啊！还好我的妈妈又漂亮，声音又好听，不像你妈妈是个哑巴。不是你说我妈妈。哇，他推我，我叔叔他好凶。瑶瑶，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？快跟哥哥道歉！瑶瑶没有做错，她只是维护我。维护你什么？难道朗朗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是嫌弃我不能说话吗？苏雨音，你竟敢给我下药！我只喝过你送的牛奶，你还狡辩！我还以为你是个安分的，我那么信任你，没想到你竟然用这么无耻下贱的方式！你不就是想嫁给我要我的钱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是不是？当年如果不是你算计那一夜，还怀了瑶瑶，我不可能娶你。但毕竟你照顾我这么多年，没有别的大错，傅太太的位子和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要我解释多少次？真的不是我给你下药。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。你在家好好带瑶瑶，佩晨是为了我才放弃了他的歌唱事业，我欠他的，必须还。佩晨，走吧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那片闪耀的舞台。你会后悔的。我从不欠你什么，如果你选择离开，我不会后悔。你说你不欠我，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你整整7年没有开口说过话。傅知府，你不后悔，可我后悔了。你说的那是成为敌人，热情就慢慢融化。妈妈，你不舒服吗？你怎么就像瑶瑶自己来医院了？佩晨，爸爸，走吧。是爸爸。就像复发，有些爱情真的想办法不想。苏雨音，苏雨音到了吗？人流手术后1个月不能同房，忌凉忌辛辣。陪护来了吧？先进来吧。找爸爸，对，我去找爸爸来。佩晨，你不该为了我退出歌坛。等你治好嗓子，我一定把这些年你失去的全都补给你，让你回到属于你的舞台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回归，而是你过得好。瑶瑶，你怎么会来？妈妈呢？爸爸，你快去救救妈妈！妈妈去了一个好冷的地方，关着一扇很大的门，门口还亮了一盏红红的灯。怎么回事？走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考虑好了吗？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真的要打掉？就在那边。世恒，余音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？世恒，余音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？瑶瑶，妈妈真的生病了吗？是真的，我没有说谎，爸爸，你相信我。这么凑巧啊！刚
刚好我来看嗓子，你妈妈就今天生病，这么多家医院，还刚好就跟我在同一家医院吗？我考虑清楚了。瑶瑶，你去妈妈那边吧，爸爸还有事要忙。爸爸，瑶瑶没有打我，妈妈生病了，妈妈真的生病了。我一直知道那个女人没安好心，现在竟然连孩子都利用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让妈妈失望了，妈妈才会哭，妈妈才会整夜不睡觉，妈妈才会生病的。瑶瑶哭得这么伤心，难道余音真的生病了？你出来呀，妈妈！瑶瑶，妈妈就在这里面，你跟海海出来呀！手术室，当然是手术室。瑶瑶，你别胡闹！妈妈身体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在手术室？我看见妈妈自己的，你说是不是我真好后悔？我不后悔，难道是？妈妈，瑶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好好在家待着吗？我爸妈妈出事。余音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傅叔叔，你不是说要陪我去买长命富贵锁吗？什么时候去啊？我都等不及了。长命富贵，傅志豪，你对我们的孩子不闻不问，却陪别人的孩子买长命富贵锁。爸爸，这里好冷，我们赶紧送妈妈回家吧。原来不是手术，是做宫腔镜检查。什么？宫腔镜？那你看，他手上的报告单不是写了吗？苏玉音，我真是蠢，我怎么会相信你真的生病了？你之前是下药，现在是装病，这种把戏你到底还要玩多久？余音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志恒接触，所以才故意这样？可你再怎么嫉妒，也不该教唆一个小孩子帮你说谎啊！大不了我以后不见志恒就是了。佩晨，该反省的不是你。苏玉音，别再作妖了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，给瑶瑶当个好榜样？又怎么了？你最好是真的有事儿。又怎么了？你最好是真的有事儿。明天的文艺汇演，瑶瑶有演出，她一直希望你能去看。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给瑶瑶圆了这个愿望之后，我们就各自自由了。妈妈，爸爸真的会来吗？爸爸答应的事会做到的。这次我会签约几个小童星，你们继续找蒙面歌红。这女人当年竟敢不辞而别。是他，余音，我找到他了。我的瑶瑶小宝贝在哪儿啊？听说瑶瑶有表演，我和朗朗也来看看。余音，你不介意吧？佩晨在歌唱方面很有天赋，让他教教瑶瑶，瑶瑶也能进步。苏雨音，傅太太的位子我让你坐了几年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就该还给我了。志恒，余音好像不太喜欢我，要不我还是走吧。余音，佩晨在跟你说话。阿姨该不会耳朵也聋了吧？你妈妈才聋了。瑶瑶，怎么说话的？是他先说我妈妈
朗朗哥哥是男孩子，他只是比较调皮，但并没有恶意。可你却分明是在骂人。瑶瑶没错，如果连家人都不保护，那才是畜生不如。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？怎么不会说话了？哟，副总，真是副总没错。听说你眼睛好了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副总是那个失明青年眼睛好了之后，立刻以雷霆手段改革富士集团的副总。真没想到学校还有这样大人物的孩子。苦尽甘来，副总之后肯定有大运。咱儿子跟他孩子同班，让他们多在一起玩玩。想必这2位就是傅太太和小公子了吧？他们啊，哇，妈妈，你看，这是徐朗，就是我转学前班上那个没有爸爸的同学。你胡说，我有爸爸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他明明是我爸爸。副总，这2个到底谁是你的孩子？当然是我的爸爸，爸爸对吧？是我的爸爸。爸爸，我跟同学们都说了，我爸爸长得特别帅，对我特别好。我还说你今天一定会来，他们都等着看你呢。爸爸，快说我才是你儿子。爸爸，我是瑶瑶，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。因为你从没在学校露过面，瑶瑶在学校里曾受过欺负，这也是她想让你来看文艺演出的原因之一。志恒，朗朗从出生就被人嘲笑没有爸爸，你可以帮他扬眉吐气一次吗？到底谁才是他孩子啊？我才是男孩，他离副总更近。女孩的家庭我知道，妈妈是个哑巴，副总怎么看得上她？小女孩真惨，妈妈哑巴，缺爱到处乱认爸爸。我没有乱认爸爸，爸爸你快说话呀！志恒，拜托了，之后我会亲自向余音和瑶瑶道歉，但请你看在我们孤儿寡母的份上，就帮我们这一次吧。这个男人就是她老公吗？傅志恒，我照顾了你整整7年，是条狗也会冲我摇尾巴了。你是瑶瑶的爸爸，要眼睁睁看她受委屈吗？志恒，拜托你，爸爸。你可千万不能让苏雨音失望。爸爸妈妈在台下看她表演，是瑶瑶最大的愿望。布丁哥哥，你说过会答应我任何事。朗朗才是我儿子。朗朗才是我儿子。爸爸，余音，瑶瑶，小瓶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原来傅瑶瑶才是没有爸爸的那种啊！到场了，小朋友家长到后面等候。苏雨嫣，你错了，为什么要打志恒？瑶瑶她什么都有，我是她爸爸的事实也不会改变，但朗朗不一样。你这么替别人儿子着想，那就给他当爸爸吧。苏雨嫣，你怎么这么自私无情？我看相比起没有爸爸，有你这样一个哑巴妈妈才是更值得嘲笑的事儿吧。哑巴妈妈。从今以后，我和瑶瑶跟你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带着你珍视的人，给我滚！志恒，他这是在威胁你啊！可他不知道，你最讨厌被人威胁了。这些年，你吃他的、穿他的、用他的，你连一双袜子的钱都没挣过吧？跟他离婚，你要怎么活啊？余音，我知道你只是不喜欢我，误会我和志恒的关系，我可以走的。你没错。
苏玉音，只要你现在服软，我可以不计较之前的事儿。你想让瑶瑶没有爸爸吗？你想想。可是我本来也就没有爸爸。瑶瑶，爸爸只是……我曾经以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，可你不认我，我也不要认你了。瑶瑶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傅瑶瑶从今天开始不要姓傅了，我叫苏瑶瑶。我只有妈妈，没有爸爸。妈妈，以后瑶瑶照顾你。于音，瑶瑶，志豪，我忽然觉得嗓子好疼啊！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小瓶盖才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于音，这几年你过得很苦吧？还好，我找到你了。下面有请3班的小朋友傅瑶瑶。青山上萱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。是瑶瑶的声音，小瓶盖，你还记得吗？这首歌你小时候也给我唱过。我有一天竟失去了远方，好听，真是太好听了！这个年纪对音乐就有如此掌控力，长大了无敌啊！小宝，你看这个妹妹比你年纪小，比你唱的好多了。听这小女孩唱歌，让我不禁想到了蒙面歌后。会不许你说我妈妈！妈妈，妈妈，以后瑶瑶照顾你。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。谢谢。小朋友，你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。你的老师是谁啊？是我妈妈。你妈妈？可以请她上台吗？妈妈，你愿意上来吗？可以请她唱着歌上来吗？我妈妈她不会说。志豪，我们走吧。志豪，我的嗓子真的疼。谁还在听着天气的你脸上
阴晴谁能明白？雨已心停了，手还在左右。小瓶盖，是小瓶盖没错。布丁哥哥，你放心，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，把你从孤儿院接走的。那我一定带你一起走，我和你永远不分开。布丁哥哥，我给你唱歌吧。好啊，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，听都听不腻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，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，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。雨已心停了，手在小瓶盖，是小瓶盖没错。谁离开了地面，想飞得更遥远，说向往大海。谁翅膀没张开，却追得很无奈，只能留下。等到四季轮转候鸟回来，天空已空了很久。等风吹来，这是蒙面歌后的声音。蒙面歌后？不可能吧？是蒙面歌后！到天空之外，你以为飞鸟不知疲惫，只往前飞。我是我的偶像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放着歌后不做，来做一个小女孩的妈妈，当个家庭主妇。可她妈妈不是聋哑人吗？真的会是蒙面歌后吗？受伤脱下骄傲，放低姿态，季风吹向大海，到天空之外。原来你没有哑，雨夜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余音，怎么是你？回到那棵树上，脱下骄傲，怎么是你？季风吹向大海，到天空之外，自由和爱情哪一个会更难释怀？没有你的未来，我像只海豚迷失在大海，像那无法预知、无法触摸的爱。蒙面歌后出现了，他终于出现了！我为他写了7年的歌，终于可以献给他了。立刻带上一张空头支票，我要去和歌后约新剧主题曲，不管多少位数，金额随他开。什么？蒙面歌后现身在一个小孩子的文艺汇演上，快！我们立刻去见歌后。我跟佩晨在一起那么久，没有再听他唱过歌，难道我找错了人？他才是小瓶盖。我给你唱歌吧。好啊，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，听都听不腻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，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，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。不知疲惫，只往前飞。终有一天，
谢谢大家。瑶瑶，跑吧，一会儿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们可就跑不掉喽。妈妈，你怎么突然会说话了呀？而且你唱歌好好听哦。妈妈没有给你丢脸吧？当然没有，妈妈最厉害了。我刚刚看见好多羡慕的眼神。以后妈妈一直会是你的骄傲。妈妈，那你真的是蒙面歌后吗？我于音，你在这儿。你怎么会说话了？你是不是蒙面歌后？你是不是小瓶盖？原来你还记得小瓶盖？说，你说，我是谁？有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原来是蒙面歌后的粉丝之一啊！粉丝？傅之恒，你眼睛能看见之后，我一共给了你3次机会，可你都放弃了。你知道是哪3次吗？3次机会。回答出来我就告诉你。第一次是我赶去手术室看你，第2次是刚才你让我承认是瑶瑶的爸爸。是的。还有第3次。有。第3次是什么？傅之恒，你眼睛能看见之后，我一共给了你3次机会，可你都放弃了。你知道是哪3次吗？3次机会。回答出来我就告诉你。第一次是我赶去手术室看你，第2次是刚才你让我承认是瑶瑶的爸爸。是的。还有第3次。有。第3次是什么？这个答案要你自己去找。什么时候你发现了，什么时候你就知道想要的所有真相。还有事儿？我的眼睛是治疗之后才好，你没有治疗，为什么忽然会说话？他不会说话才不正常。乔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签约几个小童星，没想到就遇见你。余音，他是谁？安乔年，幸会。傅之恒，听说过傅总，傅之恒，傅氏集团掌舵人。在商场上我是傅总，在家里我只是余音的老公，瑶瑶的爸爸，是吗？如果刚才我没看错的话，你好像生的是个儿子，名字叫郎朗。刚才是事出有因，但我跟瑶瑶的血缘亲缘是无论如何也斩不断的。傅先生这么自信？这点自信当然有。蒙面歌后，蒙面歌在这儿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歌后，我是一个写歌的，我特别喜欢您，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机会，看看我为您写的歌，分文不收，只要您愿意唱，我的写歌生涯就圆满了。这是金牌唱作人，多少顶流求他写歌，他都爱答不来理的。歌后，看看我的新剧，希望您赏脸来唱主题曲，金额随您开，想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您。这是国际著名导演。歌后，您这次复出需要人为您策划的，我们公司您可不可以考虑一下？这是星耀公司的大老板，娱乐圈造型最牛逼的存在。歌后，答应我吧！歌后，答应我吧！答应我吧！看样子我养活自己和女儿是不筹钱了。瞎想什么呢？你可是万众瞩目的歌后，怎么可能筹钱？雨欣，他才是真的蒙面歌后。他根本不是，我才是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蒙面歌后？对，没错。余音，你是听说了之恒跟蒙面歌后的过去，所以才故意安排这一出，想让他误会，好留在你身边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苏小姐是模仿？
可我刚刚听了苏小姐的歌声，确实是歌后的声音。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听我唱。可我刚刚听了苏小姐的歌声，确实是歌后的声音。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听我唱。那你唱2句试试。我的嗓子出问题了，只能清唱2句。你唱吧。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，知道你会一直为我颠簸，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，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。这个许佩辰模仿的还真挺像，这声音确实也像蒙面歌后，可是只唱这么2句，而且还是甜歌，还是很好模仿的。我都说了，是嗓子出问题了。不过很快就会好了，到时候志恒那场歌后回归巡演就交给你办。你还敢举办歌后回归巡演？我当然敢。许佩辰模仿1、2句是不会穿帮，但是如果是巡演，你假冒的身份可就藏不住了。这不是你这个冒牌货需要考虑的。我会在巡演第1场摘下面具，让我所有的歌迷都知道，蒙面歌后叫许佩辰。flag 别立太好，最近多雷多雨，那你就等着看。反正我有可靠消息，蒙面歌后早就已经死了。我苦练这么多年模仿他的声音，他死了，刚好就该我捡漏了。我等着。你要去哪儿？差点忘了，我跟你的事儿还没有解决。解决？你想怎么解决？苏雨嫣，别再闹！我从来就没有跟你闹。当初你向我求婚，说的是兴许100年，真没想到100年这么快就到了。雨嫣，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见。傅志恒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是因为他？你觉得有人给你撑腰了，所以你有底气提离婚？傅志恒，这7年，你原本只是眼睛看不见，但现在，你才是真的眼盲心瞎。遗忘过去，繁华灿烂在天际。布丁哥哥，我曾登上过最璀璨耀眼的舞台，台下无数观众为我呼喊疯狂。为了一份纯粹的爱情，我选择退出歌坛，假装成哑巴陪在你身边，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结局。你来了，来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。其实不用，等把这些事情处理完，我会走的。这还有什么要处理的？你带着瑶瑶，我带着你和瑶瑶买架飞机，连夜走。你们想去哪儿？苏雨嫣，你胆子可真是大啊！竟然把别的男人往家里带！我跟傅之恒要离婚了，我带男人回家，不可以吗？
你真的会说话了？养了7年，说好就好了。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你是不是想害我儿子？他跟你儿子朝夕相处7年，一天喂他吃一颗发芽的土豆都能毒死。他想害人，你儿子还能活着。你们欠余音那么多，你不还就算了，还倒扣一顶帽子。我们欠他，这7年他在我们家好吃好喝，怎么？他是为了志恒养的吗？他就心虚了是吧？看在你是瑶瑶奶奶的份上，你现在离开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不跟我计较？苏雨嫣，你配得上我们志恒吗？想想你过去拖地、做饭、带孩子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啊，男人不回家了，知道打扮了，以为这样勾引我儿子就能让他回心转意吗？你也配？我不配，当初可是你们傅家引我进门的。那是因为当时我儿子眼睛看不见，才心软让你攀高枝。我儿子喜欢的一直都是他的白月光佩晨。他呀，其实是蒙面歌后。当初我儿子受伤，他哭哑了嗓子才退圈。就冲他对我儿子这份深情，你就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啊！我照顾了傅之恒整整7年，比不上许佩晨说自己哭哑嗓子。对，就是比不上。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。妈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照顾了傅之恒整整7年，比不上许佩晨说自己哭哑嗓子。对，就是比不上。这份离婚协议签了吧。妈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儿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苏雨音居然带野男人回家，你快把他给赶走！韩乔年，雨音，你既然把他带到家里来了，你就不怕瑶瑶？你有什么资格提瑶瑶？你当着他的面认别人当你儿子的时候，姐，你想过瑶瑶了吗？瑶瑶她懂事，她懂事就可以欺负她，要她处处忍让吗？瑶瑶这2天睡觉都不踏实，梦里都还在哭。这些是你这个当爸爸的给她受的。这几天我会多陪陪她。不用了，迟来的父爱比草贱。于燕，你别误会，这离婚协议不是我。挺好的，省得我去打印了。你认真的？你这么迫不及待跟我离婚，还说不是因为他？傅志恒，不要因为你的心肮脏，就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肮脏。什么时候去领证据？天一亮就去。别人家闹离婚，做婆婆的心里再不满，表面也会装着劝和。你竟然迫不及待让他们离婚，傅志恒，余音这些年在你家就是过的这种生活。如果苏雨音有佩晨一半有本事，我也会劝和。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指着我的脊梁骨笑话我让个哑巴儿媳妇进门，还说我傅家断了后了？妈，瑶瑶是我女儿。对啊，是你女儿，但你现在眼睛能看见，想要嫁给你的女孩早就排成长队了，你想要多少个儿子都有，更何况你还有佩晨和朗朗啊。那个朗朗，该不会真是你儿子吧？当然不是。佩晨能生第1个儿子就能生第2个，不像有些人还不知道有没有儿子命呢。儿子啊，你放心，瑶瑶跟着苏余音绝对不会受亏待。等瑶瑶长大了，她还能不认你，不认我这个奶奶吗？不错，很会做梦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对于女儿的归属权就没有异议。我不同意。苏玉，这是我跟你的事，我们自己解决。你已经有许了，还有个会生儿子的小三，你的偏心眼也长得很好，难道还要跟我抢瑶瑶吗？放心，不跟你抢。还有，离婚之后不要再出去说你曾经是傅太太。我会对外宣布，我儿子根本没娶你，女儿也不是跟他生的。
我没意见。于音，这就是你为之付出这么多年的家，我真是替你感到不值。没什么，谁年轻不犯点错？还好，及时止损。你别碰他！该是你别碰我才对。于音，其实我不可以欺负我妈妈。瑶瑶，爸爸没有。你有的。瑶瑶，你不要爸爸了吗？傅之恒，身为丈夫，你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；身为父亲，你更不称职。你的选择也从来都不是我和瑶瑶。你现在装有良心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慢着！还有什么事？我要检查看看你都拿了些什么东西走。不要！苏玉音，你竟然偷拿了这么多我儿子的衣物，你是个变态吗？爱藏我儿子到这个地步了！苏玉音，你竟然偷拿了这么多我儿子的衣物，你是个变态吗？爱藏我儿子到这个地步了！于音，你别误会，也别拿这种深情的眼神看我，你们好像都弄错了。弄错了？我跟傅之恒是正常婚姻，且他为过错方。女儿的抚养权归我，她的存款我要一半，这套房子归我，车库里停着的8辆豪车归我，这些衣服是我替你收拾。宋姨，你开门！这是我儿子买的房子，你开门！不要报警了，开门！气死我了！傅之恒，记住了，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，否则我就起诉。妈，走吧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吵死了，把我瞌睡都吵醒了。瑶瑶可以陪妈妈睡。有瑶瑶在，妈妈一定可以睡得很香的。先去帮妈妈暖被窝吧，妈妈马上就来。还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每次在你难过的心脏绞痛的时候，你都喜欢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，双手会紧紧捏成拳头。哭吧，没关系，他们再也伤害不了你。求你！我在。我以前觉得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可我……突然发现站了好久，不知道要往哪儿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，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。妈妈唱歌好好听。于音，你这么多年没说过话，现在复出唱歌，状态怎么样？你听我唱了这么多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棒极了！那当然，我妈妈最棒啦！之恒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接下来有巡回演出，
你不需要先练习吗？你忘了，医生说我的嗓子现在还不适合唱歌，需要多休息。只是 KTV， 随便唱唱，不用担心。上次听到苏玉英唱歌之后，她对我的态度就不对，现在看来，她肯定是怀疑我了。如果你没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想不懂旧朋友，还是永远会心疼我。于夜，这几年你过得很苦吧？还好，我找到你。我绝对不会后悔。舍不得，又无可奈何。如果你也听说，会不会相信我？对你，这声音，这是小瓶盖的声音。海之恒，你看，有好多人的声音都跟我的像。只是像吗？对啊，当然只是像而已。我们走吧。苏雨嫣，又是你！苏雨嫣，又是你！傅先生，你来干什么？余音是我妻子，你一个外人能在这儿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傅先生果然贵人多忘事，余音不是已经跟你开始走离婚程序了吗？还只是在走程序。更何况，无论如何，瑶瑶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瑶瑶，想爸爸了吗？爸爸很想你，还有之前让你受的委屈，爸爸很抱歉。你可以原谅爸爸吗？如果妈妈原谅你，我就原谅你。怎么又是苏玉音？她的歌声为什么和蒙面歌后那么像？难道不止我一个人想要模仿她吗？余音，韩先生，哇，瑶瑶也在啊！早知道阿姨就把朗朗哥哥带来和你作伴了。我才不要跟他作伴。瑶瑶，要有礼貌。之恒，小孩子嘛，记仇是正常的。既然这么巧遇见了，不如热闹点，我们共用一个包间吧。余音，你介意吗？怎么，你是要跟我一起唱歌？怎么，你是要跟我一起唱歌？可以吗？你不怕的话，我们当然没意见。我怎么会怕呢？唱歌我还从来没怕过谁呢。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。那我来点歌吧。余音，你想唱什么歌？我来点。我都行，那我就随便点了。苏雨音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世界上只能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像蒙面歌女。瑶瑶，你喜欢这个韩叔叔吗？喜欢。比喜欢爸爸还喜欢吗？不是同一种喜欢的喜欢。你呀，这几天你妈妈都跟这个韩叔叔待在一起。韩叔叔对妈妈可好了，还给我做了可乐鸡翅呢。不是教过你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？韩叔叔又不是陌生人。像泡沫悬浮着，在风里小心穿梭。我也曾寻觅着爱情脆弱的野草。你走向它那一刻，我面跟着颤抖。你错过残忍的是没可能挽留。苏雨音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连你唱歌的样子都这么像小瓶盖？听说
渐渐学会从听出而悟的我，顾不着的烟火，偏偏坠落在别人手中。那晚的风，吹到今天都还未完头，才松开手。苏雨夜，你唱的越好，我越要毁了你。妈妈唱的好好听，妈妈跟爸爸合唱一首歌吧。瑶瑶，我好不好吗？妈妈，爸爸。好。把关于你绝口不提，他是否短暂爱过你？爱句子也分不清，他是麻木的。你会后悔吗？我从不欠你什么，如果你选择离开，我不会后悔。苏玉音，只要你现在服软，我可以不计较之前的事儿。总有人不处提醒，他不曾真的同行。你笑着说没关系，你都可以。他字字未提喜欢你，一句句都是我愿意。他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忆，你却激动。佩晨，该反省的不是你。苏玉音，别再作妖了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，给瑶瑶当个好榜样？又怎么了？这好像真的有事儿。余音，瑶瑶，小瓶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你说你不欠我，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你整整7年没有开口说过话。傅之恒，你不后悔，可我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跟他一起唱歌，我对他的熟悉感会这么强烈？就好像他就是小瓶盖一样。为什么跟他一起唱歌，我对他的熟悉感会这么强烈？就好像他就是小瓶盖一样。爸，我给你唱歌吧。好啊，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。我们是朋友，请把谁逢场作戏，可是遇到委屈。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那片闪耀的舞台。被提醒话你一句句都是我是否回忆，你是激动不已，他字字回避着话题，多少热情的讯息，我说是为了他，只因为他离死了自己。感受的情绪，你无法，你别再放了他。放假是曾自卑的傻逼，请在别走。苏小姐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他值得，带我进去。傅先生，这位苏小姐天生养疾，是新来的护工。你说你爱他，可他没管。哇，爸爸妈妈唱歌都好好听啊！于嫣，你唱歌确实好听，跟我的声音也好像啊。我的声音是与生俱来的，要说像，那也是你在模仿我。之恒，你可以为我作证，我从小唱歌就是这个嗓音吧？
我还能作证，我们余音唱歌一直是这样的。我们余音，苏雨音，你跟我还没离婚，就跟别的男人这么暧昧了吗？而且还把女儿也带在一起。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先给别人儿子当爸爸的，不是你。你非得翻旧账是不是？哼，理亏就说我翻旧账，当着女儿的面，我不想跟你吵。好，很好，你不跟我吵，你就……妈妈、爸爸，我的喉咙好痛啊！瑶瑶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！妈妈、爸爸，我的喉咙好痛啊！瑶瑶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妈妈！瑶瑶，好疼，好疼啊！快送瑶瑶去医院！该死，竟然被那臭丫头喝了！是你？什么我？我怎么了？跟我去医院，这些果汁我全都拿去化验。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，我女儿她怎么样？她有没有事？她喝的果汁里含有大量让人致哑的药物，还好喝的不多，已经进行了催吐和治疗，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影响。致哑药物？是你，余音，你怎么能冤枉我啊？那是你订的包间，我进去才多久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下药啊 ？KTV 那种地方本来就乱，你还把自己的女儿带去。现在出了事儿就找人背锅，我之前没想把你怎么样，但你伤到我女儿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之前没想把你怎么样，但你伤到我女儿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志恒，他打我。余音，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佩晨他……事情还要调查吗？你没听医生说吗？这致哑的药物，除了许愿，还能有谁想要让我变成哑巴？你冷静点。瑶瑶受伤，我也很难过。你也很难过。我和瑶瑶都不需要你这种口头性的难过。瑶瑶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在所有你冷淡我、误解我、怨恨我的日子里，都是她陪着我。你现在跟我说，你也很难过，你真的懂我的难过吗？志恒他是瑶瑶的爸爸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？佩晨，志恒，我不想看他这么误解你。闭嘴！许佩晨，你给我下药，就说明你慌了。那你就继续保持你的惊慌害怕，因为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会泡汤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给你和瑶瑶一个交代。雨夜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滚！你真的懂我的难过吗？这致哑的药物，除了许佩晨，还能有谁想要让我变成哑巴？我和瑶瑶都不需要你这种口头性的难过。回首还没回头，泪水比我坦诚。瑶瑶的事，佩晨的确有最大的嫌疑。可是，我的小瓶盖不可能是这么恶毒的人。雨音，你又到底是谁呢？这些年，难道你一直都在假装哑巴吗？副总，您吩咐要找的医生带来了。傅先生，你的眼睛真的好了，太神奇了，恭喜啊！当年很多医生都断定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看见你，
这也算是奇迹了。今天找你来，主要是有件事想问你。你想问苏玉英小姐的事儿，对吧？其实，你眼睛能复明，跟照顾你的人是脱不开关系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当年我有嘱咐过苏小姐，配上正确的按摩手法，每天坚持，是有机会达到手术条件的。只是机会渺茫，有些事情坚持1天、10天、半个月都好坚持，但是1年、3年、5年就不一定了。他应该每日为您按摩了很长时间吧？整整6年，从来没有1天间断过。苏小姐真的很爱你，爱我？不是爱你，怎么会做到这么细致？当初她看见您自暴自弃，自己躲起来哭了好久。医生，当年你将苏音带到我面前，她是真哑还是假哑？我要听真话。苏小姐当年确实是没有哑，她知道我是您的主治医生，找到我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您走出困境。您应该还记得，那个时候您排斥任何人靠近，苏小姐就想到假装自己是哑巴，跟您一样是残疾人，你果然就接受她了。她该不会装了7年的哑巴吧？苏玉英，你对我这么好，真的只是图我的钱吗？副总，我觉得您对少奶奶有误会，少奶奶绝对不是爱财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这些年一直都是少奶奶在照顾您，您眼睛看不见，她将家里锋利的东西都收了起来，桌角啥的也都包起来。您不配合吃药，她就将药都磨碎放食材里，确保有药性，又不会影响菜的口感。这样之衡就不会磕到碰到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些明明都是我妈为我做的。你妈？副总，你真的信吗？你妈那个人，自私虚伪，拈轻怕重，干啥啥不会，指手画脚第1名。你失明之后，她来看过你几次，就连你的股份差点被夺，都是少奶奶去帮你抢回来的。虽然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但她回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是伤。少奶奶，您还好吧？我这就去叫副总。不要告诉他，他会担心的。不过还好我守住了制衡的一切。是余音回来了吗？副总，你听错了，他又去哪儿鬼混？真以为嫁给了我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他真的是蒙面歌后吗？不知道，声音真的好像啊，连唱歌的姿势和小动作都一样。苏玉英的。不过她也挺惨的，她老公好像不要她了。哎，是啊，前几天才刚检查出怀孕，这男人啊都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她怀孕了？她真的是蒙面歌后吗？不知道，声音真的好像啊，连唱歌的姿势和小动作都一样。苏玉英的。不过她也挺惨的，她老公好像不要她了。哎，是啊，前几天才刚检查出怀孕，这男人啊都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她怀孕了？是啊，都2个月了。是那天她在手术室。我看见妈妈进去的，医生叔叔还问她后不后悔。难道？
跟我来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上车！我必须要弄清楚一件事。到底什么事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还不至于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。下车。回家来干什么？你还有东西落在里头吗？进去。别动。你别动，我来。走吧。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这么反常？回家说。现在可以说到底有什么事了吧？瑶瑶她好些了吗？医生说没什么问题，乔年在陪着他。那就好，下药的人我已经找到了，还没招，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，我去见了最开始的主治医生，你还记得他吧？他都跟我说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哑，所以才来找我算账，要我赔你欺骗费。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无情的人。我曾经以为你不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假装成哑巴，陪在我身边整整7年不说话？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只想跟你痛痛快快的把婚离了，财产和孩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的解决，我就要去过原本属于我的生活。解决？你解决得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演吧，演吧。财产和孩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的解决，我就要去过原本属于我的生活。解决？你解决得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真是演吧，演吧。不治了，你疯了！我看着你，别想软化着。疯了，你真的是疯了！如果你查到我怀孕了，就也该查到我把孩子打掉了。说的，我要亲眼看到真相。孩子也是我的，我有知情权。可以去爬满，可以去验血，可以去做 B 超，我为什么要当着你的面孕？韩乔年，韩家财团的小儿子，以他的能力，要帮你做任何假都可以。什么？唯独这个就在我面前，他绝对真实。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可能照做。听话，让开！我说让开！叶雨，是孕吐，别，你骗不了我，你没有流产，孩子还在你的肚子里，他还在。顾志恒，孩子不在了，不在就是不在了，你现在在这装什么生气？我成全你。朗朗才是我儿子。爸爸，松开！你不愿，那就换种方式。
你一定要逼我吗？你一定要逼我吗？既然你问了医生，就应该知道，这些年我为了你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你现在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我只是想知道孩子还在不在。从你在瑶瑶和徐朗之间选择维护徐朗的那一瞬间开始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管是打掉还是生下来，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云云，我让开。抱歉，我有一个从小就很喜欢的女生，她叫小瓶盖。布丁哥哥，你放心，你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，把你从孤儿院接走的。那我一定带你一起走，我和你永远不分开。布丁哥哥，我给你唱歌吧。好啊，小瓶盖唱歌最好听了，听都听不腻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，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，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。他唱歌很好听，在我与父母走失、刚入孤儿院总被欺负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他陪着我，他就是我的光。可后来，他被收养的家人强行带走，我找了他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，直到什么？直到蒙面歌后横空出世，我认出了他的歌声。你去找他了？去了，在后台的时候，我看见蒙面歌后取下了面具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佩晨。我的面具中途掉过一次，看来就是许佩晨偷的，还刚好被傅之恒认错了。但我听到了你的歌声，跟小瓶盖的太像太像。你是他吗？但我听到了你的歌声，跟小瓶盖的太像太像。你是他吗？你为许佩琛举办的那场巡回演出，你会知道答案的。有一件事，我解释过很多遍了，但我觉得有必要再亲口解释一次。当年给你下药的不是我查清楚了，是那个叫尔凡。本来他的计划都快得逞，但我突然出现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副总，你已经在这坐了整整6个小时了。您不是一直不喜欢苏小姐，想跟她离婚吗？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您又舍不得了呢？我有舍不得吗？当初你向我求婚，说的是兴许100年，真没想到100年这么快就到了。原来这些年都是我错怪他了。副总，您是后悔了吗？你先出去吧。是。你为许佩琛举办的那场巡回演出，你会知道答案的，你会知道答案的。不管是什么答案，等到神秘歌后的回归演唱会上，就能知道了。知名歌手刚刚真身复出，全网粉丝直接沸腾，热搜榜第1霸屏整整3小时。这一刻，多少人等了整整7年。
真的回来了！一首成名曲天后，我们已经等了她整整7年，7年啊，家人们，多少人从校服等到了婚纱，蒙面歌后回来了，她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等到了，她真的回来了，姐回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真正的歌后。为了仿制这个面具，我可是花了不少功夫。许佩晨，看来你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。苏雨嫣，你来了！你听听外面的欢呼声，名利、金钱，所有人爱慕的目光，我全都能拥有。你根本就抢不过我。你就这么确定吗？没看出来吗？我已经万事必备了。没看出来。蒙面歌后的复出场，才不会让别人为他准备舞台。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苏雨嫣，你陪了之恒这么多年又怎么样？你给他生了个女儿又怎么样？只要我回来，他的眼里就只有我。我还第一次见一个小偷把偷来的东西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你说谁是小偷？你不是小太高，更不是蒙面歌后。你胡说！我就是。不，你不是。他为什么这么笃定？他知道小瓶盖，也知道蒙面歌后，他唱歌的声音还和蒙面歌后那么像，该不会就是……不可能！蒙面歌后已经死了。慌了？我才没有。天后这首歌是蒙面歌后的成名曲，也是小瓶盖从小给傅之恒唱的歌。那些忠实粉丝还有傅之恒是绝对能听出原版和模仿者唱的不同。你觉得你能蒙混过去？我说了，我就是。我跟之恒有着从小相依为命的情谊，你恨我，要打我，无话可说。苏雨嫣，你在干什么？苏雨嫣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说了，瑶瑶的事我会调查清楚，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就非得来找赔钱的麻烦吗？我找他的麻烦。之恒，你不要怪雨衣，都是我不好。我明知道你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我还是忍不住回国想要看看你，结果害得你和于音离婚。无论他怎么对我，我都会受着。是吗？那你最好都给我受着。这一耳光，是打你一回来就破坏我女儿和她爸爸的第一次见面。我是瑶瑶，我的名字还是你取的呢。之恒，朗朗从出生就被人嘲笑没有爸爸，你可以帮他扬眉吐气一次吗？朗朗才是我儿子。这一耳光，是打你在医院污蔑瑶瑶说。可你再怎么嫉妒，也不该教唆一个小孩子帮你说谎啊！让他在那么害怕妈妈生病的情况下，还被爸爸误解。
这一耳光是打你让瑶瑶对父爱几乎绝望。原来傅瑶瑶才是没有爸爸的那个。我曾经以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，可你不认我，我也不要认你了。够了！够了！我打的是他，骂的其实是你。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大呼小叫？傅之恒，你会在这儿守着他唱歌吧？当然会。很好，我很期待当他开口的那瞬间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志恒，他把我的脸都打肿了，这样一会儿我怎么上台啊？你有面具啊，戴着吧，遮住。志恒，瑶瑶差点出大事，她情绪过激了些。好吧，那我就不跟他计较。佩晨，一会儿你就要上台去和大家见面，还要唱成名曲天后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你真的是蒙面歌后？我当然是啊。志恒，你不要被苏玉英骗了，她的话不能信的。他只是不忍心失去你。志恒，我会用歌声证明，我就是蒙面歌后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好久不见，一首《天后》送给大家。
的是小偏干吧？终于找到借口，趁着醉意上心头，表达我所有感受。只有寂寞是我才无知其中，你负的太多，我大雾让人更喊卡。不是这个声音。坠入水中，谁危险让情绪流？坠落一定总是我，双脚坠落。不对啊，这不是真的蒙面歌后。会不会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他生疏了？不会的，蒙面歌后的专业水平毋庸置疑。这是个假的，假的！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假装蒙面歌后？不可能啊！我就是学的蒙面歌后的指纹，我怎么可能发现我是假的？在意爱不我轻轻捡走，飞机在所有海笑着自由。我知道，许培丁不是小瓶盖，许培丁不是小瓶盖。别走！我记得你的爱情是如虹，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我陷入了目光，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虹，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这才是小瓶盖的声音。快关掉！我才是蒙面歌王，我才是啊！谁逼我卖？快打开啊！推开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厮守，换不做我是蒙面歌后的歌声啊！别再叫我，心爱是最致命的脆弱，一片波动却能平分小众。我记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，要的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是雨夜，他是雨夜，小瓶盖是雨夜。我只剩的伤，别只会摘下来，让大家看看你是谁。就是这个人，冒充蒙面歌后，就是他！都去看心思。要雨夜，雨夜，雨夜！
你等等我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走丢了，我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天后，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歌声哦。我和你永远不分开。布丁哥哥，我给你唱歌吧。沉默留在无处角落，你说的太少和太多，都会很困惑。谁愿有谁放纵，谁会先亮出思量，最后一定曾是我。双脚悬空，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，被倾尽所有话要笑着接受。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虹，像个人自由的天空途中。等瑶瑶长大了，也会像妈妈一样唱得好听。有人唱才显得多么粗。不知道我爸爸有没有活。等你晚风我爱很像烟火，等你我在我身边，为我们的受挫。布丁哥哥，你好。雨夜，真的是你？是啊，真的是我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一直在找你。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心里已经有许佩辰了。那是因为我把他错认成了你。雨夜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们不要离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重新开始。对，重新开始。傅志豪，你后悔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早就后悔了。当年我们俩被迫分开，我好努力，好努力的成为没有一歌手。我等了好久，真的好久啊，一直都没有等到。我甚至担心你是不是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我一直都有在找你。后来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躲在病房的角落，眼睛看不见。那就是傅先生，1年前车祸伤了眼睛，总裁位没了，女朋友也跑了。布丁哥哥，小平该来找你了。失散之后，滚！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滚！都滚！你又变成像小时候那样，把自己封闭起来。我想要陪着你，
你眼睛看不见，我就再也不说话。苏小姐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这牺牲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他值得，带我进去吧。我用心体会你的苦，我坚信自己能带你走出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布丁哥哥。你从来都没有动摇过，哪怕你误会我、曲解我、冷落我，我从来不后悔为你做的所有事，为你放弃的一切。可你竟然跟我说，你不欠我，你也不会后悔。我从不欠你什么，如果你选择离开，我不会后悔。原来是我错，余音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生气。我已经决定离婚了。不，我不同意，会有办法的。余音，你要我做什么才可以原谅我？你不能不给我机会，我是被许佩辰骗了，我是为了找你啊。真的是为了找我。许佩辰有很多破绽，他不敢跟你聊小时候的事，他不敢在你面前唱天后，他甚至都不敢喊你一声布丁哥哥，因为他怕传染。而你急于想要找到小瓶盖，真的是必须要找到那个人，还是只要有这样一个人给你当慰藉就好？爷，别再说都是为了我了，傅志恒，你爱的真的是我吗？好聚好散吧。余音，我不想将记忆中有关布丁哥哥最后一点美好的记忆也都消散。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你！许佩辰，没错，是我，苏雨嫣，原来你就是蒙面歌后，你就是傅志恒一直在找的人，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你妄想霸占属于我的东西，还反过来怪我毁了你的一切。只要是我看上的，它就是我的。苏雨嫣，如果我早点弄碎，现在的我就会享受所有人的痴迷。现在也不晚，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不要！只要你死了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不要！陆志恒，你没事吧？我叫救护车，你现在就叫救护车。雨嫣，你在家别乱跑，不要管我，也不要担心我，我要去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。你给我回来！傅志恒，布丁哥哥。傅志恒，傅志恒，你回来了，你想的重不重？去哪儿了？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去找
许北辰了，他和一直帮他作恶的前夫都被抓了，以后他们再也不可能伤害你了。你，我不会再让有任何威胁得到你的人存在。我是混蛋，对不起。傅志恒，雨音，你要离开我是对的。过去的事已经都过去了，你别说。让我说完。我怕以后我就没机会说了。你别胡说，傅志恒，你别吓我！我一直在找小瓶盖，对你的付出不放在眼里。其实我想过自己会后悔的，却没想到代价这么大。对不起，老婆。傅志恒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！你醒醒，你醒醒！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！你给我醒来！小瓶盖，傅志恒，你醒醒醒醒！没事，这条命还在，你不用这么担心。你疯了吗？明明都已经受伤了，还去追许佩辰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我当时没有想别的，就是想着一定不能让他跑掉，我得抓住他，否则万一他以后再伤害你该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傅志恒，以后我不许你再做这么莽撞的事情。我们之间还能有以后吗？我们我剩留最后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我买了明天去国外的机票。我可以跟你一起去。傅志恒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而且我并不打算复婚。那我当你的保镖，可以吗？你出国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机会见面了。那在你出国之前，我想给你做一次饭，可以吗？那在你出国之前，我想给你做一次饭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照顾了我那么多年，为了我，
整整7年没有说话，可我却没能为你做过任何事情，连扫把倒在地上我都不会扶一下。如今，让我试一试做家庭主妇的滋味，让我切身体会到你有多不容易，可以吗？傅志恒，算了吧，你为我豁出性命，我很感激，但错过就是错过了，我们没有机会。我不求你给我复合的机会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吃一顿我做的饭，这样都不行吗？这顿饭早该为你做的，晚了这么多年，我很抱歉，你就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吗？好。雨音，这房子是你的，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有指纹。我要出国了，这房子留着也没什么用，留给你吧，把我的指纹也删了吧，我已经不是女主人。你永远都是，除了你，再也不会有别人。傅志恒，我跟你已经……就当是留个念想，可以吗？换上吧，会比较舒服。你曾经说过喜欢这种情侣款式，我都记着，就买了。你曾经说过喜欢这种情侣款式，我都记着，就买了。那都是过去的喜好了。可我过去却没有满足你。你先坐着看看电视休息会儿，我去做饭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这些水果和零食全都是我爱吃的，电视里也是我爱看的。傅志恒，我曾幻想过无数次，有朝一日我们会过着这种静谧的生活，没想到竟是以这种方式实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雨音，你快去坐着吧，饭菜马上就好。你根本就没下过厨，还是我来吧。说好今天是让我做家庭主妇，体会你的辛苦，必须得我来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你明明知道，就算你做出满汉全席，也无法挽回了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奢求，我就只是单纯的想为你做一顿饭，你相信吗？谢谢。我给你带去那么多伤害，你跟我说谢谢，我这心里真是……没什么，不喜欢我不是你的错。我喜欢你，雨言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于毅，我喜欢你。今晚还能吃上饭吗？要不……可以的，你去坐着吧，我来做。你确定可以？当然，相信我，今天一定会让你吃到可口的饭菜。
开饭喽！余音，快来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看，5菜1汤，我说过不会让你饿着吧？来，先喝碗汤。我喂你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还不错。真的吗？我第一次做就能做的还不错。太咸了，别喝。要不吃菜吧？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。怎么样，能吃吗？还能吃。这些菜你都别吃了，我重做吧。这些菜你都别吃了，我重做吧。不用了，其实我跟乔年已经吃过东西了。韩乔年，你这次出国会跟他一起吗？我答应他，给他一个机会。瑶瑶也喜欢他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过得不好。你答应他了，也好，也好。时候不早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么快？傅志恒，过去的事情已经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过新的生活，希望你也能过新的生活。再见。余音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再抱你一次可以吗？不了。你还是恨我、怨我对吗？不恨了，也不怨了。当我看见你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对你的那些怨念就都消散了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。余音，只有活着才能去忏悔，去释怀。不恨了，也不怨了。当我看见你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对你的那些怨念就都消散了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。余音，只有活着才能去忏悔，去释怀。对不起，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再恨你，同样也不可能再爱你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打扰你。为了我这个混蛋，你辛苦了这么多年，你说吧。没什么，好歹练就了一番厨艺，我现在做饭可好吃了。说起来也是你的功劳，谁让你的嘴那么刁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用道歉了，用这扇门断绝我们的关系，挺好的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韩秋年，苏玉音既然选择了你，你就一定要对她好，不可以欺负她，否则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苏玉音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。也是，谁会像我这么混蛋去欺负她？
雨言，你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吗？他在或不在，跟你都没关系了。傅之豪，余生再也不见。对不起，雨言，我错了，雨言，对不起。